宋芝芝小姐以1个点获得胜利，会议结束。小北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姐，这么多年，我妒忌过你，陷害过你，可没想到，最后把我当家人的还是你。我很感谢爸这10几年的养育之恩，我会去向警方自首，为我自己的所作所为赎罪。希望有一天，我还可以站在我最爱的 T 台上。带着你设计的珠宝，姐，希望你一切都好。我会的。爸醒了。我已经联系了安雅公司，群星珠宝下个季度的制作费，我已经转到海外。股东大会，我是彻底失败了。但是这笔钱会马上到我的私人海外账户。你放心，后面的事情我会帮你办好。宋芝芝可真有本事。我绝对不能让他好过。你是聂文芝吧？我是。你涉嫌故意伤人罪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终于醒了。芝芝，叶文芝他，你放心吧，他的事情已经解决了。没有想到啊，同床共枕10几年，看着聂文芝劳心劳力照顾我们宋家这么多年，却没发现他的狼子野心呐。芝芝啊，都怪爸爸不好，差点害了你。爸，你别太自责了，谁都有看走眼的时候。这次呢，这场仗我打赢了，接下来你和公司我都会照顾好的。真好，我的芝芝长大了，不仅能够照顾爸爸，还能够守护公司。爸，
有我在呢。家里的祸患终于清除干净，没想到聂文之竟然闹出了这么多事情。他背后应该还有更强劲的对手，看来一切还没有真正结束。冠叔啊，你上次建议我拿着集团的股份去支持易文涵，现在看来那小子就是烂泥巴扶不上墙，他背后的聂文之也已经废了。没想到季红集团会转手，而且他们手上竟然还有这么多群星珠宝的股份。不过，也不是没有收获，至少我们发现，季云雷那老小子收集群星珠宝股份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。他们果然一直没有放下当年。毕竟是杀妻之仇，可以理解。哎呀，是时候去看看宋山了。群星集团上市，股份制改革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很明显，就是想稀释我的股份，加强对群星珠宝的控制。叶太平这个老狐狸，惦记我们群星珠宝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他这个时候下手就是趁火打劫。老宋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芝芝也在啊！哎呀，芝芝，我可是听你前叔说了啊，你在股东大会上的表现非常的优秀啊，靠自己的实力赢得了代理人的资格，叔叔恭喜你。我正好有事要问你。叔，您坐。哎呀，你呀不用张嘴。我都知道你想问什么，这不是我带着老钱第一时间就赶过来跟你商量吗？叶总是没打算跟我商量吧？你这么办事儿叫通知。你到哪儿了？你看看你这脾气啊！你这几天不是在医院养病呢吗？我这么点小事儿，我怕打扰你休息啊。嘿，咱们可是自己人。哼，自己人。股东大会，你的老钱可是把票投给了易文涵。我不是白骂你吗？该不该骂？你说这个老钱啊，跟了我这么多年，脑子一根筋，到现在一点长进都没有，他怎么回事呢？那天老李来公司跟我说这个代理人资格的问题，哎，跟我绕了半天。那我说肯定是芝芝啊。哎呀，他说什么对公司有利润，哎呀，绕的我这。我说行行，你也别跟我啰嗦了。我说这样，老钱，你到股东大会现场去看看具体什么情况。一来呢，姑娘毕竟是年轻，咱们呢给她把把关。你说你怎么理解我的意思啊？我让你去选票了，我让你去投选票了，你瞎投个什么票啊？你看看，那天股东都要投票，我代表叶董，也要表个态，就投了。本以为芝芝小姐稳操胜券，我那点股份也当不了什么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这个配额，你定的吧？啊，这是我们这几个老伙计一同商量的结果呀。你们几个就把事儿定了？
把我当什么了？宋啊，作为公司集团元老，你就不给我考虑考虑我的难处吗？你说这公司一旦是上市成功，如果我没有绝对的控股权，你说股民的信心是不是会受到影响？啊，甚至是股票的股价要受损，进而造成隐患。老宋啊，你这手握着群星珠宝的这么多的股份，你就是集团那点股份调整了，对你以后分红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。我股份调整的比例最多。你是觉得我宋山好欺负是吧？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，老宋啊？这是大家讨论的结果，不是为了集团共同的利益吗？这所以你现在，你就不能从大局出发考虑考虑吗？大局啊！我看着有人打着为集团谋利益的旗号给我做局，这个字我不签。谁有大局观，你让谁签去。硕，你看，我爸这身体刚恢复，还没好利索呢。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，过2天再来找他吧。我没事儿，我再跟他聊聊。啊，放心吧，闺女啊，我们哥俩呀唠唠家常，聊点私话。去吧。这是你逼我的。哎呦，你刚才跟我急什么呀？啊，那些调整都是暂时的，那还不是为了保证集团顺利成功上市啊？那不是为了我们获得更大的效益和利润吗？您呐，别老盯着您那1亩3分地那个群星珠宝，您这夫人整天惦记着要夺权。还有你那个什么未来的准女婿，我看也没安什么好心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个季白坚一个毛头小伙子，悄无声息的就收购了你的股份的20%啊，山哥，20%的股份，那可是1/5的控股权的，山哥，他想干什么呀？他那是为了帮芝芝。帮芝芝？山哥，这话你说了你自己信吗？山哥，几天之内收购了那么多的股份，他哪来的实力呀？啊，这不明摆着吗？季云雷呀，季云雷这次就是冲着大福珠宝和他的老婆那件事情来的。我当初就死活看不上他。一个被情感冲昏头脑的花痴，成不了什么气候。到现在，他所有做的一切的事情，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他那个老婆。没错，老季最重感情，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，只顾利益，不顾血脉亲情。不是山哥，你这么说我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年那个事情，咱们俩谁也脱不了干系。还有原石的事儿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。你别拿这个事儿来要挟我。当年那个事儿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宋总，
咱们仓库莫名其妙出现了一批原石。这是大福珠宝的原石，为什么会在我们仓库？哎，老宋，你现在是不是很焦虑啊？啊，我听说老纪家的原石在你们家的仓库上。你要是再逼我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哎呦，鱼死网破，鱼死网破。哎呀，宋山，我一直觉得咱们是自己人，我天天想的是同舟共济，我从来没想过卧虎沉舟。白洁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里面在聊事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嗯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想走走。那边好像撞着人了！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快看看！你没事吗？疼不疼？我没有事。你不是说还要照顾我的吗？只是你没事就好。医生，医生！Baby 睡了吗？别回答，只剩下一个曾经和你的对话。Baby 变了吗？也没差，存在一个梦境，还有你的想象，不会再说什么陪在我身边，就算沉默也陪在你身边，就好像是错觉。你醒了，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。
没事吧？现在？警察已经在通缉抓捕伊文涵了。醒了。记住吧。醒了就好。哎，李暖冬，芝芝啊，连着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百健，真的是辛苦你了。不早了，回去歇着吧。嗯。那我明天再来看你。路上慢点儿。嗯。爸，我前几天在嵩山边房前听到了他跟叶太庭的谈话，他们聊到了那批原石，但从聊天内容上来看，应该不是嵩山干的，反倒是叶太庭。叶太庭，我查了他这么多年，也没有任何证据。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是指向嵩山。哎，李暖冬，还有我在国外遇袭的那件事也很蹊跷，我觉得背后还有其他人，所以我们应该再仔细查一查。白剑啊，凡事都要讲证据。你所说的一切都没有明确的线索，但是原石可是的的确确在宋家仓库。你为什么这么冲动？谁让你去的？不要命的！你这个时候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现在你把我和我妈害得那么惨，你自己却撇得干干净净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没有我的计划，你以为就凭你就能有今天的一切？我就是为了你所谓的计划，我的今天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明天也全都完蛋了。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局面，怪不得任何人。就是因为你所谓的计划毁了我和我妈。原本我们可以平静的过这一辈子，可是你却把我妈送给了别的男人，而我呢，更彻彻底底就是一个棋子罢了。钱冠说，我不配做我爸。文涵，你给我冷静一点，听我解释。我不想听，解释有什么用？那你要怎么样？第一，救我妈出来；第二，准备一笔钱送我和我妈平安离开。这些我都已经在办了。你妈妈马上取保候审，钱我会去筹。可是你这段时间，你一定要老老实实给我待在这里，别再给我节外生枝。我希望这一次你能说到做到。哎呀，聂文芝的案子怎么样了？因为他的羁押期限到了，但是案件还需要继续审理，
而且他向公安机关提供了身体有严重疾病的证明，所以暂时让他去保护省。不过你放心吧，他犯下了这么多罪行，一定不会放过他。爸，你呢，就在家里面好好休息，什么都不要想。明天是你作为总经理第一次召开全公司的例会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上次走的时候，还是一大家子人，这次回来，人气没了，家也散了。如果没有发现你阿姨的真面目，可能大家还能这么一直过下去。爸，事已至此，即便是我们装傻，这个家里面存在的也都是假象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我们得拥抱变化。行了，芝芝，现在说起道理来，一套一套的。你现在变化很大，以前可不是这样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我该长大了。我们芝芝是长大了。记得你小时候学走路啊，走2步就摔，坐在地上哇哇哭，爸爸就一次又一次的把你从地上扶起来，直到你学会走路。从小到大，爸怕你受伤，怕你被别人欺负，爸爸总想竭尽全力的给你最好的保护。可是你总会长大，总要独自的去面对这复杂的世界。这次你能靠自己争取下代理总经理这个职务，我打心眼里高兴。我们芝芝一定可以超过爸爸，比爸爸做的还要好。爸，我是你的骄傲吗？大家好，今天是在宋董事长身体抱恙的情况之下，我作为代理公司的总经理召开的第一次公司例会。下面呢，请各部门的负责人汇报一下本周的工作情况。在鹊桥系列企划中，我们接触过的意向网络达人呢，在经过初心事件以后，认为和我们公司合作的风险很高，现在都在那狮子大开口，说如果我们不给他们加钱的话，就拒绝合作。从列表里面重新选择一些更年轻、更有潜力、配合度更高的网络达人。之前呢，和海湾亚公司的合作项目占用了我们下个季度的制作资金，目前财务这边呢也还在等待资金的回笼。公司整体情况呢是资金吃紧，这周转资金呢实在是捉襟见肘。关于公司资金的问题，我希望各位能够支撑起足够的信心，困难只是一时的，我会想办法解决的。局势不好了，之前和海外安雅公司合作的项目占用了大部分的制作资金。刚刚接到消息，他们宣布破产了。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？是在你代理总经理之前，设计部就一直在做的。可之前占用资金量大，周期长，并不被看好。可不知怎么高层突然同意了，现在只好照做。是哪个高层同意的？这种项目怎么会同意呢？我查过了，在股东大会期间，聂文之趁乱暗箱操作的。
对我们公司影响会很大。明白，那我们先出去了。这样别说新产品的开发了，连公司的运营都会成为问题。这个聂文之这么精心策划拿走爸爸的财产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好过。从此刻开始就不关心，耳朵没有在意，想要的安静，努力为谁改变，笑着哭着埋怨，也就是我该学会的满足。说真的，我不在乎伤害了我的次数，所谓的真心付出，也许是我已麻木。说真的，我不在乎，就算是偏离了路，总还是在为谁哭，哭输给